今天我要用番茄和香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可以配饭，也可以配面，就是用简单快速的方法做出番茄马铃薯素牛肉。而且这样煮呢，可以把每一样的原型食材都锁住它的甜味，也可以炖煮得很软烂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辣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番茄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朵鲜香菇，先把鲜香菇的角切下来。 这里切成块状，这有点大，可以分成3个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香菇角的地方切一半，把香菇放入盘中。 准备2颗番茄，切成块，先把蒂头去掉，随意的切成块状。把番茄放入盘中，准备包猴头菇是全素的。 看看有没有比较大块的，可以切一半。把猴头菇放入盘中，准备3片高丽菜，这里是150克的分量，切成粗条状。换个方向。 切成块状，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马铃薯，这颗马铃薯的分量是230克，把马铃薯的皮削掉，把马铃薯切成小丁状，先对半切。 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准备10克的姜，切成姜片。把姜片放入盘中，准备1根西洋芹，把叶子去掉，不要。把芹菜的外皮削掉，这纤维比较粗。 把尾部去掉一些，斜刀切成条状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准备150克的红萝卜，削皮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。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今天的料理我会用这台 Vermicelli iHash 电子铸铁锅来炖煮，号称是人人都可以变大厨的锅子。这是来自日本的品牌，是日本职人全手工制作的，现在竟然在台湾也可以买得到了。这个外锅底部呢，是模仿传统炉灶的设计，可以智慧控温，精准的调节你需要的温度。外围整个1圈可以环形加热，完全不用顾炉火。 不用怕忘记关瓦斯造成危险，或是烧坏锅子。炖煮的过程安全，还可以利用顾炉火的时间去做家事，做出的料理呢几乎是零失误的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炖煮这个我用猴头菇模仿的牛肉，把它放到锅子里面来。还有鲜香菇。 再来就是放入清水盖过它，盖过所有的食材。接着放入姜片，2个八角，盖上盖子来调温度，开中火30分钟，
开始，时间到了，现在放入红萝卜和芹菜，芹菜分一半放进来，还有红萝卜，2片月桂叶和3个丁香。盖上盖子继续煮，来调整温度。选择中火40分钟。在炖煮的时候，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上盖密合度小于0.01mm，气密性非常好。食材在铸铁锅里面保留原型食材的鲜甜原味，还有营养。尤其是做那种无水料理的时候啊，也就是一堆水都不用加的时候，就可以引出食材的甘甜和美味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不太敢用压力锅的？就是身边呢有很多朋友都一直在说服我压力锅有多好用，但是我还是真的不敢去尝试，因为呢我很怕压力锅煮一煮到一半会爆炸，所以呢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敢去碰压力锅。然后我用了这个小 V 锅呢，大概用了好几个月有了。然后我发现呢，它的在煮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有压力锅的功能啊，然后就是可以把食物炖煮得很入味、很绵软。然后料理的时间呢也是可以很快，而且还不用顾炉火等压力阀下降、泄压等等的，一样可以把食材煮得很软，就是因为它的气密性很好，还有它整圈的环形加热，让热气留在锅子里面循环流动，把食材煮软的同时呢，还把味道锁住在锅子里面。像现在我就已经闻到它一直飘出那个菇的香味，很香很香。现在就让它先慢慢炖煮，刚刚煮了6、7分钟之后，就已经呈现大滚的状态了。然后到了30分钟的时候，它就自动跳成弱火，所以它现在是自己调节成弱火再煮，煮到30分钟结束。时间到了，高汤熬好了，先把猴头菇和鲜香菇夹出来。现在把高汤沥出来，这些食材要吃掉也是可以。今天用铸铁锅来炒，热锅大约1分钟会冒烟，关火，放入纯素奶油进来，把纯素奶油融化。纯素奶油融化了，放入马铃薯，还有姜片，这时候可以开中小火了。把马铃薯炒成焦黄色，有点微焦了，现在放入番茄，芹菜也一起放进来，快速翻炒。把番茄炒软，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高丽菜，继续翻炒，炒到现在高丽菜也比较软了，来调味，番茄酱2汤匙，快速翻炒。翻炒均匀后，现在放入高汤，翻拌一下，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焖煮，大约焖煮3分钟左右。现在先关火，来去打成泥。来打成泥，开始打。已经打成泥状了，再倒回锅子里。开火，把酱汁煮滚。现在先来调味：盐1茶匙，酱油1茶匙，糖1茶匙。
再放大约1汤匙的番茄酱，因为这次我买到刚好是有机番茄酱，它的颜色比较没有那么鲜红。如果大家想要更漂亮、鲜红一点，可以买不是这一排的，另外一排的番茄酱。把调味料炒匀，调味料拌匀了，现在放入香菇还有猴头菇。把它煮至大滚，煮至大滚，味道都融合了，我们的番茄素牛肉完成。哇，好香哦！赶快来吃。来试吃番茄素食牛肉。这很天然哦，全部是蔬菜的甜味，蔬菜打成的泥酱汁。蔬菜打成的泥啊？对啊。儿子今天放学回家陪我一起试吃，平常没有陪我试吃，就有人问，怎么今天没有儿子？好啦，在试吃之前呢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小 V 电子铸铁锅呢，它的操控面板啊非常好懂，然后一目了然，那个按键也几颗而已，很简单懂。就是控制火力大小，它有微火在110度，弱火在150度，中火在230度，这3个温度可以去做调整。然后低温这个按键呢，可以调整在30度到95度之间，你都可以去调整你想要的温度。好，这个炊饭模式啊，可以选择白米标准、锅巴或稀饭。糙米标准或锅巴，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模式，除了锅巴饭，其他我都蛮常用的，因为比较少煮锅巴饭，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不喜欢吃锅巴饭，因为是硬硬的，对。然后还有低温料理模式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功能，就它像是可以调成30度，把面团放进里面可以发酵，或是退冰的时候放在里面。像上次我做那个做什么有发酵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咖喱面包，上次有用它来发酵那个面团，整个就是2倍大。对，我就设定30度，就是它这个锅子就是一锅多用途这样，尤其是煮汤，我好喜欢哦，就是整个是甜味就释放出来在那个汤里面。我来试试看这道菜怎么样？好好吃哦！你看，然后刚才我外闻的时候，好甜哦！刚我闻起来就感觉很像泡面，妈妈的麻辣泡面。我连一点点的味素都没有放哦，没有放香菇精。味道很像妈妈的麻辣面，那个泡面麻辣面。泡面的味道，因为真的就是把整个蔬菜都熬成那个甜味释放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很甜很鲜甜，加点盐巴就很提味了。很好吃哦。那这样子也可以配面配饭都可以。现在呀，这个铸铁小 V 电子铸铁锅呢，有在做团购，那个链接呢我会放在影片下的说明栏，大家可以点开链接，然后去参考看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太好吃了。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有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 Facebook，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我讲很少话，就因为好好吃哦。一直猛扒饭，太好吃了。时间长过，完全是蔬菜的原型食物。也是。猴头菇很软。知道。一咬就断了。